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相学中，额头对一个人的运势影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额头掌管着一个人的智慧、学识、福寿和事业。根据额头的乡里好坏，也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运势和吉凶。今天大佬就为大家分析一下额头纹相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额头发财纹。一、额头伏羲纹。所谓的伏羲纹，指的是额头处长有3条呈圆弧状且纹尾向上的纹路，额头为智慧之所在。如果额头长有这种纹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，做事很有远见，而且心胸和气度也比较的开阔，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，在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，也容易赢得别人的钦佩和尊重，但对任何事都比较操心。一生虽然能够富贵长寿，但也劳心劳力，忙碌不停。二、额头山字纹。所谓的山字纹指的是额头的纹路长得就像汉字里的山字一般，这种额纹非常的少见。不过如果长有这种额纹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出身富贵，从小家境优越，能够得到来自于家中的帮助，所以做事特别的顺利，容易在年轻时候便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，发达比较早，也容易长寿。但是这种人内心较为的孤高，眼光也非常高，早年顺利是因为有人帮衬，晚年时容易陷入到孤独之中。三、额头十字纹。如果额头处长有2条呈十字交叉的纹路的话，这种纹在相学中称为十字纹。长有此纹的人不仅头脑非常聪明，而且灵活多变，处事非常的圆滑，属于智商和情商都比较高的人类型，而且很有志向，奋斗心特别强，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非常优秀，大多数都能够富贵发达。但是如果印堂处长有十字纹的话就不好了，印堂为命宫，这种人大多一生坎坷不顺。四、额头田字纹。如果额头处长有田字类型的纹路的话，长有此纹的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坚毅，做事坚持，只要认定的事情或者选择的道路，就算再艰难也会咬牙坚持到最后。虽然出身不是非常好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，也因此培养出了自己能够吃苦耐劳的能力和做事踏实肯干的态度。即使从最基层的岗位或工作做起，经过自己的努力，最终也能取得不俗的成就和发展，职位晋升比较快，能够白手起家，特别适合自己创业。五、额头川字纹。一般来说，额头出现川字纹的现象比较少见，而且分为长短2种状况。如果额头常有川字纹且比较长的话，这种人心胸宽广，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大气，天生是个做大事的人，而且心底宽厚，懂得照顾人，非常的有责任心，也懂得感恩，能够获得很高的地位和财富收入，并且身体健康，少病少灾，每逢遇到困难和挫折也能够逢凶化吉，一生富贵而长寿，能够颐养天年。六、额头偃月纹。额头上有3条纹痕均向上，弯成月牙式的弧形，相学上称之为偃月纹。具有这种纹路的人，为人耿直谦逊，处事稳健，能够照顾到他人的感受，这样的人如果从政的话，成功的可能性很高。当然，如果不是从事政府工作，去创业的话，也会发达起来，因为这样的人非常的沉稳，并且有着十分强的忍耐力，他十分的高尚，而且比较乐善好施，因此能得到众人的认可，成为出色的领导者、富贵之人。七、额头仰月纹。额头仰月纹具有种纹路的人，家境较好，人缘好，本事佳，一生财旺福多，比较顺利。具有这种纹路的人，为人耿直谦逊，处事稳健，能够照顾到他人的感受，因此能得到众人的认可，成为出色的领导者、富贵之人。八、额头女字纹。女字纹只要主一个人的富贵，要是额头有女字纹者，他们这辈子能够拥有巨额的财富，钱财方面来得十分的顺溜。他们总是可以发现生活中隐藏的商机，从而比别人赚得多和快。九、额头三财纹。额头的3条横纹称作三财纹，最上边为天纹，代表父亲与事业；中间为人纹，代表夫妻与兄弟姐妹；最下边为地纹，代表家庭与积蓄。额头的3财纹清晰，并且长短有度，如果再加上额头平满，这样的人一生事业稳定，兄弟友爱，有贵人相助，夫妻关系融洽，并且颇有积蓄。十、额头天柱纹。额头有天柱纹是属于富贵之纹，天柱纹起于天中部位，贯穿印堂，这类人生性执着，韧性十足，不管男女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走上发财致富的道路，财源滚滚。二、额头上有什么纹路破财？一、额头曲折纹。
如果额头是这样形状的纹路的话，这样的人运势大凶，容易发生意外，可能会遭遇水患或者是交通道路之险。额头有着波浪纹的人，往往都是那种运气十分不佳的人，这样的人命运是十分曲折的，而且他们是特别的不容易成功，属于那种做很多事情，但是达到他们要求却非常的少。这样的人一直在社会的底层不断的挣扎，特别的辛苦，感觉命运对他们特别的不公平。二、额头八字纹，额头有八字纹，财运比较薄，如果眼睛大而且明亮，可以抵消一些霉运，通过自身努力和贵人帮助，能够改变运势，晚年福气多。如果有八字纹，而且眼睛过小，财运很薄，多喜欢卷入是非口舌之中，人际关系差，不得人心，运气不好。三、眉间有竖八字纹，这种纹比较特殊，天生劳碌命，不管是年轻还是老年都比较操劳，身边小人众多，严重的有牢狱之灾，所以这个也会被称为刑狱纹。这种人总是一副心事重重，身体欠安，诸事不顺，性格孤僻，不懂如何与人相处，处事消极，多愁善感，做事不够细腻，大多数职业都是体力活。想要改变，最好是用桃运阁双瑞吸财增强财气，改变运势，催旺财运。如果八字纹较长，斩断左边的眉毛，那么一定要注意与亲人和爱人的相处方式，不要因为一时疏忽让感情疏离。如果是斩断右边的眉毛，可能生活上事业上亦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，经常动怒。四、眉间有纯八字纹，眉间八字下部两边分开就是标准的八字纹。如果斜纹斩断左边眉头，那么就克父亲。女人间与丈夫感情不和，如果八字纹斩断右边眉头，那么就克母亲。女人间与丈夫生活不顺心，如果两边眉头同时斩断的话，则克双亲。女人间克丈夫，左边眉头被斜纹斩断，斜纹上部弯曲，则预示此人有牢狱之灾或者命犯孤煞；右边眉头被斜纹斩断，则代表家庭生活有波折，有可能出现破产或者破财的情况。五、额头悬针纹，如果一个人经常愁眉苦脸，就会相由心生，长出烦恼线来，就是两眉中间靠两边的纹路，久而久之就长出悬针纹来了。就在两眉的正中间这个位置，它就像在眉间竖着的一根针一样，直直的冲破命关。印堂有这种纹路的人，性格大多会比较强势，属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一类人，并且在生活中多会劳碌奔波，晚年亦有灾祸，一生操心事不少。在婚姻中，夫妻关系比较坎坷，因此人要多修身养性，学会控制住自己的脾气。六、额头交叉纹，额头上长有交叉纹的人运气较差，这类人脾气暴躁，经常因为一些小事与他人发生口角而争执不休，所以很少人愿意与他们为友，人生过得比较失败，诸事不顺，晚年仍旧穷困潦倒。七、额头王字纹，额头上呈现出王字状的纹路，通常被视为贵相的象征，预示着个体可能享有相对良好的运势。当这种纹路与五官的完美搭配相结合时，往往表现出一种领导风范。这种相貌特征常常使人在社交和事业方面更容易获得成功和认可。然而，如果额头上还存在其他杂纹，纹路交错混乱，这可能预示着运势不佳，这样的人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和困难。对于女性而言，拥有这样的纹路可能激发出她们喜欢在众人面前出风头的特质，以应对生活中的不顺。八、额头交叉纹，头上有交叉纹的个体通常意味着他们的运势相对较差，这类人可能具有较为暴躁的脾气，经常因一些小事与他人发生口角，导致争执不断。由于这种性格特点，很少有人愿意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，在生活中他们可能面临诸多困难，事事不顺，最终导致人生的失败。即便到了晚年，他们可能仍然身临穷困潦倒的境地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没有送葬人，这4种穷相，你认得几种？老祖宗说的有没有道理？一起来听。印堂指一般鼻子的上方与两眉之间，很多时候川字纹一般是正常的表情纹路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面部的皱纹会逐渐加深，双眉之间逐渐形成了比较深的皱褶，从而显示出像川一样的纹路。很多时候，这样的纹路一旦产生，会让人看起来愁眉不展。在相术中，眉头主感情，眉尾主理性，
如果鼻子的上方，也就是印堂部位长有川字纹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脾气比较大，而且好勇斗狠，说话做事方面都非常的刚直，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和颜面，经常在他人面前揭别人的短，所以特别的容易得罪人，人际关系比较的紧张，命中克子。到了晚年，儿女容易不在身边，与子女关系较差，甚至晚年子女都不在身边，所以晚年可能会发生没有送葬人的事情。而人们往往把额头与印堂混为一谈，额头被我们俗称脑门子，其位置是在人脸头发下方、眉毛以上的部分，而且相学中认为额头有川字是长寿之人，虽然平时可能会有小病小灾，但是总会度过难关，晚年更是长命之人。而且这种人善于观察，心地善良，并且从事的工作多为技术类的工作。悬针纹在相学中，如若印堂中有一条竖着的皱纹，则被称为悬针纹，而且悬针纹有时候会出现一条、2天或者3条，这样纹路的形成多是由于内心长久压抑、郁闷得不到宣泄而形成的，所以又被称为劳苦之相。这样的人容易想太多，而且劳心劳力、急躁，个性偏激，不达目的不放手，在婚姻生活中容易不和，离婚率较高。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相术中，天庭是额头的代称，地阁方圆是指腮骨宽广、下颌线条圆美的一种面相。古曰：上庭长而丰隆，方而成阔者，主贵也；下庭平而满，端而厚者，主富也。所以在古人看来，天庭饱满、地阁方圆是富贵吉利的面相。相术中认为，天庭饱满代表早年气运比较好，能够加官进爵，步入仕途；而地阁方圆代表晚年气运比较好，代表田宅运好，收租收粮，也可保无忧了。毕竟古代多以农耕为主，所以田地收成好，必然能够衣食无忧。其实在作者看来，无论是川字纹的面相，还是悬针纹的面相，相信生活中这样的人是有的。但是这样的人可以放开心胸，多做善事，要时常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态。其实这样的面相还是不准的，在生活中很多人虽然面相丑陋，但是心地善良纯洁，比那些表面一表人才，背地却阴暗无比的人强太多了。对于大富大贵之命，相信现代人更加能够认清显示，大富大贵是凭借自己的努力，靠双手创造得来的。如若投机取巧得来的财富，只是一时，却不是一世。面相怪异、命苦福薄这几种面相的人，他们的命一般都不怎么好。除了上述所说的川字纹外，在生活中其实还有着很多的特征。我们一起来看。下三白眼。面相下三白眼的人是一个非常心高气傲的人，在年轻的时候，他们不可一世的态度，他们唯我独尊的想法，导致他们与丈夫、与子女的关系很差。再加上他们生性凉薄，亲情观念薄弱，所以无法获得幸福的婚姻、美满的家庭，生活过得很是孤苦。在年轻的时候，或许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来维系生活，让自己不那么悲凉。但一到了年迈之际，步入晚年，丧失了赚钱的能力，不能够维系自己的生活，不能够照顾自己的起居，没有伴侣陪伴，没有子女孝顺，日子则会过得非常凄凉。由此可见，下三白眼也是晚年孤寂的面相特征之一呀。两腮消瘦。两腮消瘦，尖削，会形成一个倒三角形的脸型。倒三角形脸型面相之人，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、虚荣心重的人。这样的人在婚姻中很少会顾及到自己丈夫、子女的感受，他们目中无人的性格，随意践踏人的自尊，早已让丈夫、子女对自己怀恨在心，怨言诸多。可见两腮消瘦面相的女人，婚姻家庭都不幸福，到了晚年自然是要孤苦伶仃一个人生活，无子女照顾的。另外，两腮的面相乃是我们下庭的部位，与我们的晚年的运势凶吉密切相关。而两腮消瘦主晚年运势不佳，因此如此面相之人，晚年必定孤寂悲惨。泪堂有杂纹。泪堂指的是下眼睑处，在相学中也称子女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子女运势和感情运势。如果泪堂处杂纹较多的话，感情生活会变得非常的不顺利，财运和事业也会造成一定的破坏。而且此处杂纹较多的话，也会影响到自身的生育能力和健康运势。子女运不佳，与子女的缘分比较浅，也容易与子女发生矛盾，一生为子女操劳不断。但是到年老时，子女大多不在身边，生活孤苦无依。山根尖细。山根位于两眼之间，
属于鼻梁顶端与印堂的交界。如果一个人的鼻梁瘦削、山根尖细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个性非常的孤僻，不太喜欢与人交流，交际能力比较差，朋友也比较少。而且山根象征着一个人的祖业和福音，山根太细的人缺乏主见，做事缺乏气势和坚持，事业方面不太理想，因为不善于沟通，婚姻生活也很难和谐，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不太好，恐有分离的危险。老年时身边缺少亲人陪伴，晚年生活孤独。人中短浅有恶痣，人中位于嘴巴和鼻子之间，为面部任脉和督脉交汇之所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脾性、健康和子女运。如果一个人人中短浅或是长有恶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脾气不好，性情喜怒无常，喜欢对身边的人发火，而且为人也非常的小气，凡事喜欢与人计较。这种人大多不注重孝道，对老人缺乏尊重，甚至还会恶语相向，自身身体健康状况不佳，晚年生活孤独凄凉。6. 喉结凸起吹火嘴，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薄厚和为人处事的态度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巴向前撅起明显，就像吹火一样的话，这种嘴型在相学中称为吹火口。长有这种嘴型的人，如果喉结也比较突出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固执和自我，话特别的多，而且说话口无遮拦，不注意场合，为人也特别的八卦，喜欢在背后一人说人长短和是非，挑拨他人的关系，因此人缘特别的差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，晚年缺少照顾和关心，生活孤独凄惨。7. 腹喘口，腹喘口指的是嘴角下垂，看上去就像船翻过来一样。这种人一般性格内向，不太喜欢说话，但是心胸狭窄，凡事喜欢与人计较，而且个性也比较的倔强，决定的事情就会去做，丝毫不在乎别人的劝阻和感受，嫉妒心也特别的强，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，遇到困难喜欢逃避和退缩，出了问题喜欢推卸责任，特别的难相处，怨气很重，特别的喜欢抱怨，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，晚年容易孤单一人。8. 唇形歪斜不正，如果一个人的嘴巴歪斜不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非常的善于花言巧语，口才特别的好，但是为人处事方面缺乏诚信，脾气也非常的暴躁，特别的喜欢管闲事，也特别的喜欢强词夺理，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喜欢在背后说人闲话，挑拨是非，为典型的小人之相，所以身边的人慢慢会远离他们。晚年时身边也没有人陪伴，生活孤苦而贫穷。9. 下巴短小，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短小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比较聪明，但是却非常的神经质，整个人非常的敏感，做事也没有长性，考虑问题非常的现实，缺少人情味，总是喜欢指责别人的错误，却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，家庭责任感非常的差，内心不安稳，总想往外跑，不喜欢在家待，家庭运和子女运比较差，晚年孤独寂寞贫困。10. 鼻梁瘦削无肉，此类面相的男人个性比较孤僻，喜欢独来独往，做事固执且不听人劝说。32至34岁时感情运极弱，极容易因自己的经济问题而与另一半发生争执，最终难逃离异的结果。中年大多孤苦伶仃，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内心不够细腻，口直心快，容易因表达问题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。在34至36岁，他们大多会面临较大的家庭纠纷，容易因此而离异，且晚年的子女缘浅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黑是什么征兆？对人体有什么危害？民间老一辈人常说，健康就是财富，财富是健康的保障。从面相角度分析，我们则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印堂的颜色，就能看出一个人的财路健康以及命运顺利等。因为印堂是人的命宫，主导着人一生贫贱富贵，事业财运地位非常重要。而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看到有的人印堂发黑，这不管在古代还是在现代，都是一种不好的预兆。不仅在面相学上是凶兆，在中医也认为是凶兆。一般人都会把印堂发黑与自己的命运与健康联系在一起，因为印堂发黑意味着可能有厄运降临在你身上，
严重一点的可能导致家破人亡。那印堂到底为何会发黑？印堂发黑真的对人体的危害那么大吗？生活中会出现什么变数？如果出现印堂发黑，我们又该如何化解？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全面分析一下。一、印堂为何会发黑？印堂就是我们的前额两眉头连线的中央位置，那个地方没有多余的皮下脂肪，通常情况下肤色应该是很光亮圆润的。在临床上，有一些可能因为重病导致此处的肤色发生变化，如心肺功能不好的话，舌头就会呈现紫色，眼周发黑，最后蔓延至印堂位置。在中医学上，印堂部位连接督脉，代表着心肺，而心代表火，当血气不足或循环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印堂就会开始出现黑色。或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，印堂处的肤色通常都会比较暗，且伴随着一些不同程度的横纹。二、印堂发黑的人运势如何？一、工作方面，印堂发黑代表着各方面的运势不好，尤其是事业和财运这两个方面。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出现黑影，则预示着此人近期事业方面会遭受一些挫折，工作上压力非常大，老板让做什么总感觉力不从心，细节抓不住，老是漏掉东西，上司吩咐的工作做不好也做不全，这样就会得不到领导的重用。同事之间会因为一点小事而闹得不愉快，相处起来也是闹心，没有平日里相处的顺利。自己的工作自己处理不好，同事之间的沟通也没有之前的流畅，而且还可能会被小人暗算告黑状，或者会被上司批评降职，又或者业务方面非常不顺利，本来已经谈好的生意有可能黄了等等。总之，事业运势走低，财运也非常不好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，很有可能因为被别人忽悠破财。二、感情方面，印堂发黑在感情方面总想着要压制对方，什么都要让对方听命于你，完全限制了对方的自由跟主动权。这种征服欲会让对方感觉到非常的疲惫，相处起来就会特别的累。这样的结果就是让双方感情不稳定，热恋中的感情就会陷入低潮，这样两个人可能第一次面临这种情况，支撑不了的恋人就会越来越远离彼此，感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淡，这真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个人的未来，甚至毁灭了两个人。跟家人的相处也会出现一些小问题，觉得父母的啰嗦很烦，平日里一句很平常的话会说得很重，引起家人之间不必要的误会。三、脾气变化，在印堂发黑的这段时间里，你的脾气会明显见长，变得焦躁不安，行为举止反常态，特别是看不得别人过得比你好，工作比你好，甚至吃的喝的穿的比你好。此时你会变得善妒，这样会让身边的亲朋好友讨厌你，远离你。你会想去挖人家的隐私，之后就是谎话连篇，办起事来拖拖拉拉，处理不当。四、无视法律法规，印堂发黑的位置一般在两个眼眉之间，这一段黑得越厉害，说明对任何事都有意见。轻一点的可能是对领导的看法有意见，不尊重领导上司，不采纳上头的工作意见，无视单位的相关法规。重一点的就会触犯国家的国法。所以民间就流传了这么一句话：印堂发黑必有大祸临头。五、健康欠佳。从相学命理层面来说，印堂代表一个人的精气神，想要看印堂是否发黑，最好是在早起的时候最为准确。一个人早上起来印堂暗淡毫无光泽，呈现青黑色，或者感觉是黑乎乎没洗干净似的，由此就能判断这个人印堂发黑了。而从医学的论点来说，印堂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心肺功能强弱，
印堂发黑很有可能是自身气血不调导致心肺出了什么问题，或者是心脑血管等已经存在什么隐患，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，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间，后悔终生。所以说印堂发黑的人健康越差，应该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。但并不是印堂一发黑就会有大病产生。经过专家解说，心血管疾病并不只是靠看印堂来判断的，具体还是需要到医院检查得知。而且印堂发黑的人不要过于担心，有时候只是身体给自己一个保健暗示而已，只要及时到医院检查身体，调理下气血就可以了。6. 容易发生意外事故。经常看电视的我们，对于印堂发黑有血光之灾这句话都不陌生，往往出自相学老师的经验总结，细细推敲似乎也合情合理。假如一个人的印堂开始黑影，说明此人近期身体和情绪不太好，做事也会恍惚，间接就会发生一些意外灾难，甚至有的时候会危及生命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印堂发黑的时候，不论是开车出行还是步行，已经情绪不好的更不能开车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，要依照交通规则，绝对不抢道，以免发生比别人快一辈子的悲剧。3. 印堂发黑如何化解？ 1. 破财。从古至今，想要化解一些灾难的话，通常靠破财。因此很多人一生都懂得行善积德，当命中有灾难来临的时候，往往都会丢掉一部分钱财。若是在丢钱之前印堂呈现黑色的话，那这笔钱就帮你挡住了灾难，就是人们常说的破财消灾。事实就是如此，丢的这笔钱若是能够找到，那就叫做失而复得，若是找不到了，那就相当于救了你命。2. 避免出门或求福去邪气。印堂发黑的人都是会发生不好的事，甚至可能经历血光之灾。若是你哪天看到自己印堂发黑的话，今天最好不要出门，避免发生意外。或者也可以让家人帮你求一个福来防身，避免邪气侵体。3. 检查身体。印堂发黑的话，最好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身体大检查。4. 请专业人士。当印堂发黑的时候，最好请专业人士来帮忙化解。首先可以调节一下环境，让自己的五行通关，阴阳交泰。如可在自己的房间里贴一些五行八卦来化解邪气，起到镇宅保佑的作用。其次，以人为本，可通过自我调节来化解，如携带一些五行符在身上，可让全身的五行气场生克流通，阴阳也得到平衡和谐，避免邪气到来。印堂是一个汇集元气的地方，当一个人身体健康、精力充足时，此处的皮肤颜色会比较明亮。若是颜色暗沉的话，那可能这个人在精力、体质、精神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，需要及时的进行调节，如多进食一些补气血的食物，这样就能让自己印堂逐渐发亮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